这给哥干到哪儿来了？烧死他！在行！他砸碎了神坛，图腾发怒了！不是哥们儿，我上一秒还在公司加班，下一秒怎么就要变成烧烤了？天外灾星，坠碎神塔，此人不死，黑死必亡。完了，这案发现场真洗不白。点火！等等，我不好吃，我体内全是科技与狠活呀！哼，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系统呢？金手指呢？老爷爷呢？哪怕来个新手礼包也行啊！不能骚。神女，你要阻止忌火。他不是灾星，不是灾星是什么？他是图腾从天上赐下的圣子。圣子，天降圣子，可他砸碎了神坛啊！我成圣子了，可我连公司优秀员工都没评上过啊！神女慎言，神坛乃图腾居所，他砸碎神坛就是灭毒图腾。旧坛碎，星子降，图腾若不愿他来，他不会落在神坛中央。他好像真是从天上掉下来，还刚好落在神坛中央。好，圣子既然从天而降，必有神力。若他能显神迹，便是图腾之子；若不能，烧成灰献给图腾。不是你们吵架归吵架，别把 KPI 甩我身上啊！他这眼神什么意思？神迹这种东西讲究氛围，你怕了？怕？笑死！我堂堂天降圣子，我会怕？哼哼，那就请圣子给族人们展示一下吧。死手快摸点有用的东西出来啊！等等，这手感是打火机。义父，今天能不能活，全靠你了。松开我，神迹不显于束缚之中。你们绑着本圣子，还想让本圣子施法？哼，给他解开吧。火不该由凡人赐下，火应听从天意。装神弄鬼，拿一把干草来。那是什么？神火之匣。不是吧，哥？关键时刻你给我掉链子，这比老板周五晚上6点发需求还离谱。圣子，你的生活呢？活了！打火机，你就是我亲爹啊！看清楚，这不是凡火，这是图腾借我之手赐给黑石部落的神火。神火，没有火死，没有母钻，他真是圣子！圣子，圣子，圣子！圣子已降，从今日起，他与我统视图腾，任何人不得伤他。神女，这波从地狱开局，硬打成天虎。别装太过。你闭嘴，晚上再说。普通话。这是标准的普通话。绳子，你人还怪好嘞，外面焦，里面红，这玩意儿吃完我不得流地开洗？喝这个。谢谢。这什么味儿？消毒过的草药水，喝了不会拉丝。跟我来。老乡，亲人啊！你知道我刚才有多慌吗？我差点就被做成部落限定烤肠了。冷静，我冷静不了。你什么时候传来的？这里是哪儿？能回去吗？有没有系统？有没有修仙？圣子待遇怎么样？包吃包住吗？包。真的？包死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黑石部落每隔几年都会举行一次大祭，圣女是献给图腾的纯净之身，圣子是献给图腾的天外之骨。所谓圣子圣女，不是继承人，是祭品。白天我还以为自己升职了，结果不是升职，是被提前腌上了。什么时候祭？1年，准确说364天。你倒也不用精确到天，我每天都在数。所以你救我，不是因为我帅？你想多了。因为我是老乡？也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打火机。扎心了，老铁。我传来2年了，刚来的时候，我也以为能靠现代知识活得很好。然后呢？但这里比我想的危险，猛兽、饥饿、疾病、敌对部落，还有巫蛊。巫蛊就是那个大祭司。族长石虎管打猎和战斗，巫蛊管图腾、祭祀、疾病、生死。族人怕他，比怕族长更多。懂了，原始版职场 PUA，
谁掌握解释权，谁就是老板。你今天显了神迹，暂时保住了命，但巫蛊不会放过你，他会试探你，拆穿你，然后提前烧死。提前？你砸碎了神坛，只要巫蛊抓住机会，他会说图腾震怒，要求提前献祭。跑得掉吗？你白天看见部落外面的森林了吗？看见了，里面有长牙黑狼，成年体比牛还大，成群行动，还有毒虫，咬一口半个时辰内全身发紫。西边是狼牙部落，专门抓人当奴隶；北边是黑爪，掉进去连骨头都捞不上来。很好，这哪是地图，这是死亡菜单。所以我们只能合作。怎么合作？你用你的神迹稳住圣子身份，我用圣女的地位帮你接触族人。我们要在1年内让族人不再完全相信巫蛊。夺权？只有巫蛊倒了，大计才可能停。1年太久。你想多久？3个月。我要在3个月内让黑石部落御事先找我，不找巫蛊。你凭什么？凭他们现在还不知道，在这里常识就是神迹。巫蛊靠恐惧控制他们，我就靠吃饱活命变强，让他们站到我这边。他讲图腾发怒，我给他们喝热汤吃盐肉，治拉肚子打野猪。3个月，我要抢他的解释权，抢他的粮，抢他的人心。等大祭那天他想献祭我，我让他知道什么叫版本更新，时代变了。你有计划？第一步，明天先别让他们吃生肉了。这个老乡可能真有点东西，也可能是真的疯了。啊！快砍啊！婶子她信了，婶子睁眼了。这眼神怎么让我有种梦回公司年会的感觉啊！婶子是，这熟度，牛看了都得报警。吃不惯就别吃。不吃会不会影响圣子人设？会。那我吃。吃了可能拉死。人设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。图腾告诉我，食物还未完成进化。进化？肉中有恶灵，恶灵未除，人吃了就会肚疼、发热、虚弱，甚至见祖宗。圣子，那恶灵怎么除？火，真正的火，不是舔一下表面的火，而是让火进入肉里，把恶灵全烧干净。翻译过来就2个字：烤熟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子要怎么忽悠。看见没有？外面黑了，不代表里面熟了。这里还流血，这就是恶灵的血。真有恶灵，怪不得我上次吃完肚子痛3天。现在，恶灵已灭。好吃，里面不流血了。圣子灭了恶灵。这也行，这届原始人情绪价值给的太满了。你比我想象中更会忽悠。别说忽悠，说神学本体化表达。你在公司做什么的？运营。难怪。这不像夸人。哼，甚至醒得到早，这是在教族人违背旧法。祭司说笑了，我不是违背旧法，是补充旧法。补充？图腾昨晚托梦给我，说黑石部落这些年吃肉吃得太潦草，恶灵没烧干净，族人身体才虚弱。图腾心疼族人，特派我来完善流程。图腾从未对我说过此事，可能是图腾怕你年纪大，睡忍心打扰。图腾仁慈，即使年纪大了，确实要多睡。甚至既能灭肉中恶灵，想必也能灭人体中的恶灵。来了，试探来了，把人带上来。祭司，求您救救我儿！此子被水鬼缠身，腹痛不止，吐血3日。图腾说需以血肉安抚水鬼，甚至既然有心法，不如也来试试。桑子，我会死吗？腹泻脱水，很可能是喝了脏水。他这几天喝了什么？活水。煮过吗？什么是煮？水鬼入体，唯有割肉放血。放屁！你敢质疑技法？我不是质疑技法，我是告诉你，版本落后了，该更新了。那你说，如何去水鬼？取水，取陶罐，取火。黑石陶器很少，大多在巫蛊那边。祭司，为救族人，借你一个陶罐。哪一个？水鬼在水中，你却让他喝更多水。别急，少喝，多次。你现在身体缺水，水进去，命就回来一半。从今日起，黑石部落所有人喝水之前必须烧开火，喝生水，水鬼进肚；喝熟水，生火护身。听圣旨令，以后喝熟水，生火护身。祭司，以后你也多喝热水。
你今天抢了巫蛊一半脸面，不够。所以你下一步要夺权？不，第一步是让他们知道，没有巫蛊，他们也能活。你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圣子？严格来说，是坠落式降临。哈哈哈哈哈！能从天上掉下来还没死，4条硬汉。谢谢，但这个硬汉差点被你们烤了。圣子，今日你用圣火灭肉中邪灵，又用蜀水救了阿超的儿子，族人都说你是图腾派来的。我只问一句，你真能让黑石变强吗？黑石部落现在最大的问题，不是图腾不庇佑，是吃不饱，喝不尽，病了不会治，打猎靠命，储粮靠天，这样的部落，神来了也得摇头。放肆！你敢说图腾无用？我说的是你无用。你找死！祭司别急，我问你，部落每年病死多少人？每年冬天饿死多少人？每次打猎伤死多少战士？族长，我能不能让黑石变强？现在说了没用，但我可以先让部落少死人。怎么做？3天之内，我让黑石部落的人吃上真正干净的食物，喝上不害病的水。7天之内，我教你们做出比石锅更好用的东西。半个月内，我让你们的猎物翻倍。猎物翻倍？荒谬！猎物多少，皆由山灵和图腾决定。那以前山灵和图腾不太努力啊，猎物多少不只看天，还看工具、看陷阱、看配合。黑石战士勇猛，但打法太粗糙，说难听点就是全靠莽。你会狩猎？我不会像你们一样狩猎，但我知道怎么让猎物自己走进死路。好，我给你人。族长，圣子身份未稳，不宜插手狩猎。祭司说的对，所以这次不算插手狩猎，算图腾赐福前的准备工作。就这么定了。圣子需要什么，黑石给什么。我要10个手脚灵活的年轻人，要最会挖土的人，要干草、藤条、木头、坚石，还要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野猪常走的路。你要猎野猪？圣子刚来，不知野猪凶险，若害死战士，该如何向图腾交代？我不用战士去冲，我要让野猪自己摔进去。好，明天若真能成，从今以后黑石狩猎队听你一次。他不是随口一吹，他从一开始就在找食物、安全、工具、人心。只要这4样握住，巫蛊的恐惧就会失效。你真有把握？没有，但不装的有把握，我们今晚可能就没了。不过陷阱理论上可行，找对路，挖够深，插尖木，伪装好，野猪冲得越猛，死得越快。你懂得不少。唉，现代社畜什么都懂一点，除了怎么发财。你刚才是不是笑了？没有。你绝对笑了。你看错了。他们被蛇咬了，快找祭司！毒蛇乃山灵之怒，需立刻割开伤口，放尽毒血。停手！手臂肿胀，毒性不明，没有血清，没有药，没有医院，但乱割乱吸乱放血，可能死得更快。圣子又要救，你再割，他就真没了。那圣子救啊，让我们看看你的圣技能不能挡住蛇毒。这是巫蛊第2次试探，腹泻还能靠热水脱，蛇毒不一样，救不好人死，徐年的神迹就破了。不能退一步，死的不只是他，还有我和林六。都让开！找藤蹄，找干净水，找能吸水的兽皮，还有，谁知道这蛇长什么样？立刻带我去看。你要做什么？跟山灵抢人。神子要跟山灵抢人，这也太硬了。圣子，你不要再胡闹了！来人，去给他放血！别动刀！不放毒血，毒会入心。咬在前臂，肿胀明显，毒性不明。我不是医生，但至少知道一件事：乱割更危险。你懂？懂一点急救常识，但不保证专业。那你刚才说的那么满？不说满，他们就听巫蛊的，直接拿石刀乱割，那才是真的急。勒紧，勒紧，不能太死，要压住，
但不能把手勒废。圣子，救他！我就这一口儿子。我尽力。尽力？圣子不是神将之人吗？怎么不敢说一定能救？因为人命不是你嘴里的祭词，说死就死，说活就活。我要的是救人，不是表演。蛇呢？圣子，是这条。竟然是三角头，那大概率有毒了。稳住，我不能慌。谁被这种蛇咬过？被咬过的人有些活，有些死。活下来的人怎么活的？要得钱，没乱跑，躺几天。死的人呢？跑回部落，半路倒了。听见没有？小蛮不能走，不能跑，把他抬到阴凉处。每隔一段时间松一下藤条，别把手勒紧了。谁都不准割伤口。若他没救回来呢？若他死了，我担责。虚年，圣子担得起。当然，但如果他活了呢？如果他活了，就证明你所谓的放血技法未必每次都对。以后族人被蛇咬，不许你再随便割人放血。你敢改技法？不是改，是优化。优化？你们祖上没条件，只能放血。现在图腾派我来了，说明图腾觉得你们该进步了。图腾想让我们进步，甚至是来让黑丝变好的。图腾赐人血肉，不是让你随便切着玩的。圣子，他是不是快不行了？还没有，水，小口喝，别急。毒入心了，再不放血，他肯定救不回来。谁敢动他？你要害他！稳住，现在一乱，全完。小蛮，听得见吗？圣子，想吃野猪肉吗？明天我还要带你抓野猪，你要是现在躺下了，野猪肉就让别人吃了。我要吃。别睡，你不是黑石最莽的吗？这点毒就把你干趴下了。你这战绩，放我们那儿连青铜都上不去。我不睡。你要是死了，你那份我可吃了。姑姑让族人怕死，他让族人想活，这不一样。稳了，他撑过去了。圣子救命！圣子救了过儿。没有割肉，没有放血，圣子真的从山林手里把人抢回来了。都记住，以后被蛇咬，不许乱跑，不许乱割，不许乱放血，先固定，少动，用熟水清洗，找懂蛇的人判断。记住了。祭司，你也记一下，不难，包会的。你今天赢了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小蛮能活，有运气成素。如果毒更烈一点，他可能就死了。不能总靠运气。我们需要更干净的水，更熟的食物，更好的工具，还有更稳定的盐。盐？你们这里缺盐吗？很缺，盐多在狼牙部落手里，他们用盐换女人、兽皮奴隶，垄断资源啊，熟悉的味道。你想做什么？明天抓野猪，后天找盐。会不会太快？快，五谷都准备把我提前送走了。我再不快点发育，连新手保护期都没了。那现在去哪儿？看野猪路，明天给黑石部落上一课。什么课？知识改变命运，陷阱改变伙食。挖。圣子，不追野猪吗？追什么追？你追野猪，野猪也追你，到时候双方都很努力，最后躺下的大概率是你。那不追怎么抓？让他自己送。野猪又不傻。是不傻，所以要让他以为自己很聪明。他说的是做陷阱。陷阱我知道，以前我们也挖过坑。然后呢？野猪没掉进去。为什么？他绕过去了。所以不是挖坑就叫陷阱，那叫给野猪修路障。这家伙又要开始了，我倒要看看这次又整什么花样。野猪走兽道是因为这条路熟，我们不能在正中间挖一个傻子都能看见的大坑，要让他慌，
让他冲，让他没时间看。这里做驱赶，这里堆刺枝，这里挖坑，坑不要太宽，太宽他会停。要让他冲到这里时，前面有人吼，后面有人堵，两侧全是刺，他只能往这里钻，然后啪，急了。你怎么学这么快？婶子昨晚说的，我记住了。好家伙，黑石部落第一位网络热蹭原住民出现了。他们要挫得寒光凛凛的斜斜的，监督对准野猪常走的兽道像。婶子，这也太阴了，这叫战术。战术太阴了哟。真能行。族长放心，图腾说今天黑石有肉吃。理论是理论，实践是实践。野猪兄弟，给点面子，我现在全靠你配合演出。老登又来等我翻车了。来了，野猪来了！这头太大了，别动，谁都别冲，按计划来。往前！成了，野猪真自己送了，不用冲，没人被獠牙顶飞，黑石有肉吃了。绳子，这个法子能一直用？能，但不能总在一个地方用，野兽会记，陷阱要换位置，味道要藏，驱赶路线也要变。组长，黑石狩猎队，请绳子赐法。请绳子赐法。这不是一头野猪，这是狩猎队。从今天起，巫蛊管不了他们吃肉，我能。老登，时代变。今天没人死，可全族都有肉吃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猎物最肥之处，先献图腾或祭司。今日之肉，先给狩猎队。旧规，猎物最肥之处，先献图腾。对，所以先给狩猎队。什么意思？战士强则黑石强，黑石强才是对图腾最大的供奉。图腾要的是部落活，不是看你们把肉摆烂。说的对，按绳子说的分。第二份给老人和孩子，第三份给参与挖陷阱的人，剩下的全族分。婶子，这是给我的吗？对，吃熟了再吃。吃熟了，你也领。他不只是会装神，他知道怎么分肉，知道怎么让人感激，知道怎么把一次狩猎变成一次收买人心的祭祀。绳子，这肉没有我人香。少吃点，你手还没好。没事，我现在感觉自己强得可怕。少立 flag。什么是 flag？一种会让人突然倒霉的神秘诅咒。我不说了。怎么样？今天你赢得很漂亮。漂亮是漂亮，就是累。我穿越前上班画 PPT， 穿越后给原始人做生存培训，合着我不管到哪儿都逃不靠做方案。至少这里没人让你改17遍。不，这里有人想让我直接下线。他快忍不住了。那就让他更忍不住一点。你还要做什么？明天我要让黑石所有人喝上第一口真正的肉汤。后天我要找盐。可是找盐很危险。所有能改变命运的东西都危险，但只要找到盐，巫蛊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可以被恐惧控制一时，但只要他们尝过更好的日子，就不愿意再跪回去了。你们这些年是怎么活下来的？硬活。好一个硬活！放现代起码能当短视频标题网。族长，我要陶罐。部落里的陶罐不多。都在哪儿？又是巫蛊。他未必肯。
那就当着全族的面戒。圣旨何事？祭司，借几个陶罐。陶罐乃祭祀之器，不可乱用。对，所以我就是拿来祭祀。祭什么？昨日图腾赐下野猪，今日我要以神火煮肉，制成图腾赐汤，让黑石族人都喝一口，强身驱寒灭恶灵。图腾赐汤，所有人都能喝，老人孩子也能喝，都能喝。祭司应该不会拒绝图腾的仁慈吧？取罐。多谢祭司。圣旨最好别毁了祭器。放心，坏了赔你一个更大的。圣旨会制陶，会一点。你会制陶？理论上会。又是理论。你每次说这种词，我都有不祥预感。理论指导实践，实践要是失败，那就迭代优化。婶子，好了没？你已经问第17遍了。我只是关心图腾祠堂进度。你最好真实。传来2年，吃的最多的是烤肉、野果、草根。原来一碗肉汤，在这里竟然这么奢侈。分汤。老人孩子先，受伤战士先，所有人排队。我从没喝过这样的东西，谢婶子。别动不动就跪，汤洒了多可惜。婶子，这个水里有肉。对，这叫汤。汤？汤？图腾祠堂？图腾祠堂！圣旨做出了汤。圣旨，这样的汤以后还能喝吗？只要有锅、有水、有骨头、有火就能喝，不只是野猪骨，老人牙口不好、瘦骨、孩子食狗肉碎、野菜都可以喝汤。以后打猎剩下的骨头不许扔，都留着。听圣旨嘞！圣旨，图腾祠堂自该先供奉图腾，已经供奉了。何事？他们喝下去的时候，图腾必有黑石，是为了让黑石族人活。族人身体暖了，孩子有力气了，老人能熬过寒夜了，这就是最好的供奉。族人活着就是供奉，图腾想让我们活，是只想要祭品。他在重写图腾的意义。以前图腾等于恐惧，现在他要让图腾等于活路，这比制盐、打猎更狠。圣旨说得好听，可陶罐只有这些，没有祭器，明日你拿什么煮汤？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教黑石部落烧陶。烧陶？我们也能做陶罐？不是只有祭司会吗？不可，制陶乃祭司秘密。秘皮？你是怕族人学不会，还是怕族人学会？圣旨，你越界了。陶罐能煮水，能煮汤，能存粮，能救命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凭什么只放在祭司屋里吃灰？陶罐能救命，为什么以前我们不能用？为什么只有祭司用？既然圣旨要教族人烧陶，那便教吧。他答应的太快了。只是陶土难寻，烧制更难。若圣旨3日内烧不出陶器，便证明你所谓神法不过虚言。到时圣旨须在图腾前请罪。怎么请罪？跪神坛一夜。神坛废墟旁是他的地盘。哼，3日太久。1日，明日黄昏前，我烧出第1只陶碗。若成，制陶之法传给全族；若不成，我跪神坛一夜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疯了！他想让我进他的局，那我就把局做大。你有把握？没有，但气势不能输。不过我知道一件事。什么？技术垄断这东西，只要被撕开一道口子，就再也堵不上了。泥要揉匀，太厚会裂，太薄会塌。别急，慢慢来。婶子，
这些是陶丸吗？这是抽象派陶丸。抽象派，好厉害！就是失败品。失败是成功之母。你失败品的母蟹家族有点庞大。老乡之间嘴下留情。我已经很留情了。知道流程和真正会做，中间隔着100个翻车现场。但现在不能慌，我慌了，巫蛊就该笑了。绳子说不能塞太快。对，阿雅做得很好。我也能学神法吗？这不是只有大人才会的东西，只要愿意学，你也能会。我们也能学？当然能。会做陶罐就能煮水，会煮水就能少生病。这不是谁家的秘法，这是黑石活命的东西。绳子，这样做真的能成吗？能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现在要是说不知道，今晚就得去神坛跪着等死。婶子，天快黑了，若烧不成，神坛前的位置我已让人清理好了。老邓，你急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完了，热梗传播失控了。他说的是老等，意思是让您老人家等等。对，老邓。你是不是笑了？没有。你刚才绝对笑了。你看错了。开药吧。裂了。够了，圣子神法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先认输，今晚我想办法守着你。成了。成了。我们也能做陶器。这是我当太阳那个。所以这是你里。给我。你参与左雷，就有你的份。我也能有陶丸了。以后黑石每个人都能有。从明天开始，所有愿意制陶的人都可以来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老少，谁做出来谁就能先用。以后黑石部落每家都要有陶碗，每10家都要有陶锅。黑石真的要变了。祭神等等，甚至还有祸事。刚才你说若我烧不出陶器，要跪神坛1夜，现在烧出来了，是不是该你表示一声？甚至想让我跪？不，你年纪大了，我尊老爱幼，你就帮忙把明天要用的陶土挖了吧。甚至莫要得寸进尺。祭司误会了，我是给你一个参与图腾心法的机会，毕竟你总说自己最敬图腾，现在图要全族有陶碗，你不会不愿意出力吧？寄图回去也行，别迟到，我们这边打卡很严格。你是真的不怕他今晚杀你？怕，但我越怕越不能让他看出来，而且现在不是他杀我的最好时候。为什么？今天全族都看见了，我刚教他们做出第一只陶碗，今晚我若死了，所有人都会想，是谁最不想让他们学会制陶？所以你还要继续逼他？逼到他犯错。明天找盐。这是盐土，不确定纯度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有害物，但这里大概率有盐。婶子，这白土能吃？别什么都往嘴里塞，你当自己是人形检测仪啊？以后不许乱尝，有些东西尝一口就开席。带回去，溶水、沉淀、过滤，再煮，这样就能出盐？试试。你没把握。族长，你现在是不是也学会问这种扎心问题了？我只是想知道能不能成。成了，黑石以后不用求狼牙；不成，咱们就继续想办法。但不是，永远只能希望换颜。哇！咸的，婶子，我能尝吗？少点。
现在是燕，圣子做出燕了，我们有自己的燕了，以后不用再求狼牙了。真是燕，黑石有自己的燕了。婶子，这燕土还有多吗？短期够用，后面还可以继续找。图腾必有。不，这不是只给某个人的神物，不是祭司的，不是族长的，也不是我的。盐是图腾赐给整个黑石部落的，从今日起，盐由全族共管，战士、老人、孩子、孕妇、病人优先分配。听绳子嘞！火、水、肉、桃，现在是盐。他正在把黑石的命脉一条条从我手里抽走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这个大祭司就只剩一根骨杖和一张老脸了，不能再等了。祭司，今晚动手。现在杀他，族人会疑心，要让他自己变成灾祸。粮仓，却把粮仓弄死。明日我要让全路族知道，神坛碎了，灾祸来了。粮坏了，粮仓发臭了，图腾降灾了，完了，冬天怎么办？那么多粮都坏了。太巧了，不是巧，是有人泼水，上面潮的不均匀，底下水更多。如果是自然受潮，不会这样集中，而且昨晚没下雨。巫蛊。再过来了，我早说过，神坛碎，图腾怒，天外之人砸碎神坛。这几日看似有肉有汤有盐，实则是图腾最后的怜悯。如今粮仓腐坏，便是吉事。真是图腾发怒，粮怎么突然坏了？神坛确实碎了。无辜，你什么意思？要平息图腾的怒火，必须重立祭坛，还要让圣子跪于神坛前3日不食，以血请罪。圣子为何笑？我笑祭司业务能力不太行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图腾发怒，可我怎么觉得是有人业务太糙，作案不够专业。作案？甚至又要妖言惑众。族长，带人进来。看这里，昨晚谁守粮仓？黑山和阿木。叫来。昨晚谁进过粮仓？没人，我们一直守着。没人？那这脚印是鬼踩的？或许是灾灵留下的痕迹。灾灵还穿脚鞋？对呀，灾灵也穿鞋，这不太像灾灵啊。族长，让所有守粮的人脱鞋对脚印。照做。不是守粮人，那就是有人趁夜进来。婶子，这里还有骨粉。祭司，这东西眼熟吗？什么东西？祭图身上常带的骨粉。祭图常来粮仓祈福，有骨粉留下并不奇怪。确实，所以还不能证明。哼，但水桶能。粮仓附近有没有水桶？有，拿去。巧了，桶底的泥和粮窗里的泥一样，脚印旁边也有桶印。是谁干的？昨晚谁离开过祭司屋？甚至你怀疑祭司一代？不是怀疑，是排查。我们那儿讲究证据链，要找人很简单。昨晚搬水的人肩膀和手掌一定有勒痕，水桶不轻，来回搬几趟，痕迹藏不住。放开我！是你？不是我，我只是守命。孽徒，竟敢背着我无辜粮仓，嫁祸图腾！好快，断尾求生。他想把罪名全推给祭图。此人必是被灾星蛊惑，来人，将他推祭坛献祭！不，祭司救我，是你让我。慢着，甚至还想包庇毁粮之人。毁粮当然要罚，但不能这么快死。他死了，谁知道还有没有同伙？对，带下去看住。族长的人抢了祭司的人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所有人听着，粮仓没全坏，能救多少救多少。发臭发霉的全部挑出来，
只是受潮的，立刻摊开晒，肉干重新烤。粮仓地面填包，挖排水沟。从今天起，粮食不许直接堆地上，按绳子说的做。婶子，这些只是长了白毛，还能吃吧？不能，霉粮有毒，吃了会肚痛、发热，严重会死人。别人看见灾祸只会跪，巫蛊看见灾祸只会吓人。徐年看见灾祸，第一反应是拆问题、分任务、保结果。这个涉菜味儿，竟然很适合黑石。记住，不是所有灾祸都是图腾发怒，有时候是人坏，有时候是方法错。人坏就抓人，方法错就改方法。跪是解决不了粮仓发霉的。鬼解决不了粮仓发霉。祭司，这次粮仓出事，还好发现的早。以后粮仓种地不能只靠祭司祈福，得有人轮手，有人记账，有人检查。记账？从今日起，黑石设粮仓账，入多少出多少，谁守夜，全都刻在木板上。族长管人，圣女见证，祭司也可以监督。好，我可见证。祭司，你不会反对吧？不反。那就好，毕竟公开透明，大家都放心。婶子，什么叫公开透明？就是谁也别想偷偷搞小动作。哦，一横代表一筐，一个圈代表一罐，一个叉代表坏掉，一个脚印代表守夜人。婶子，我也能学吗？当然，以后你们都要学。会记账的人不容易被人骗。这句话等于把火把推进黑暗里。巫蛊怕的就是族人开始记录，开始分别，开始问为什么。我感觉我不是圣子，我是黑石部落村委会主任。村委会主任什么意思啊？基层全能背锅侠。很适合你，基层全能背锅侠。不好！谁干的？巫蛊下手了。婶子，我去干了那个老登。别去，他都毁灭真人了。我知道，但现在还不能直接动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等的就是我们冲动。只要我们今晚动手，他就会说圣子蛊惑族长，反祭司叛图腾。那怎么办？他以为死人不会说话，但他忘了，证据会。明天，我让全族给这死人开口。此人背叛图腾，误断粮仓，作业定是自我解决。当以火烧之，免得有脏东西留在部落。慢着，甚至又要组织祭法？不是阻止，是验尸。婶子，什么叫验尸？就是让死人说话。死人说话，甚至能让死人开口？荒谬！死者岂能开口？你们看，这根骨刺自正面留下，入痕很深。若是自行了断，他需双手紧握刺线，用力而就。可他右手掌心并无握持硬物留下的痕迹，左手亦然。真的没得啊！他是咋个自己下的手？再看方向，自上方而下，力度沉猛，说明出手之人当时战力身量高于他，或是居高临下之势。一个畏罪自觉的人会这样对自己下手吗？好像不得哦，自己了断不该是这个样子。也许他临终慌乱，力道失了分寸。好，那就再看第二处。他生前先遭外力重击失去意识，之后再被施以夺命手段，这并非自觉，而是有意除之。有意除之，就是不让他开口。对。绳子，你晓不晓得自己在说啥子？我当然晓得，有人毁粮，有人杀人，有人想把灾祸推给图腾，有人怕死人开口，所以先让他闭嘴。不是怀疑你，是证据指向你。这是祭徒临死前留下的，鼓杖代表祭司，水桶代表毁粮，粮仓代表案发地，最后这个没写完的字是巫。黑石部落中名字带巫的不止我。对，
所以要查昨晚谁能进看守木屋，谁能让守卫放松，谁有骨刺，谁最想让这个祭徒死。祭司昨夜一直在祭祀屋，我们都能作证。你叫什么？顾牙。顾牙，你昨晚几时睡的？天黑后不久。那你怎么知道巫蛊祭司一夜没出去？你睡了，却能作证他没出去。你是睡觉还是梦里开监控？睡着了怎么作证？这话不对呀。族长，昨夜守卫是谁？黑木。黑木，昨夜你看见谁了？想清楚再说。黑木，你不用怕。你说的不是某个人想听的话，你说的是事实。黑石一要活，就不能让事实烂在肚子里。说，昨夜有祭徒来过，说祭司要重新审问犯人，我没让进，然后吼了一通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看清是谁了吗？天太黑，他脸上涂了灰，但我闻到他身上有祭司屋的骨油味。祭司屋祭徒众多，你凭气味就想定罪？凭气味不够，所以继续查。所有祭徒站出来。圣子让你们站出来，听不懂？把袖子掀开。婶子，掀开。你手上的伤哪儿来的？我昨晚被树枝刮的。树枝刮你手腕内侧，这树枝还挺有想法。是你对他动的手。此人背叛托办，污蔑祭司，按祭法当众严惩。住手！族长拦住了祭司，这咋可能？我要他把话讲完。你叫什么？顾青。顾青，是谁让你对他下的手？你现在不说，巫蛊会让他永远沉默。你说了，至少族长还能保住你。是祭司让我去的。真是祭司！祭司毁粮，祭司杀人，孽徒胡言！祭司说，绳子抢了粮仓坏了，主人就会怕，说只要那人死了，就没人知道是我们倒水。我只是透明，我不想死。巫蛊的神皮裂了。图腾在上，此乃圣子妖言蛊惑，他从天而降，砸碎神塔，如今又离间族人。若我有罪，愿受天罚。他又开始吓人了。好啊，你想如何？既然祭司要请图腾判断，那就让图腾判断。如何判断？这里有2碗水，1碗清水，1碗昨夜从粮仓水桶里剩下的水。古青若说谎，就让他喝清水；若你说谎，你喝粮仓脏水。这算什么天罚？水中有水鬼，昨夜毁粮之水沾了罪人的手，污了粮食，恶灵最重。无罪者喝了无事，有罪者喝下，恶灵入腹。祭司，你不是说自己无罪吗？请放心，祭司，如果你真无罪，图腾会护住你的肠胃。护肠胃，听着好厉害。荒唐！图腾之法岂能由你定？大家看见了，祭司说愿受天罚，可天罚来了，他不敢。哼！此事我会向图腾请示。记得喝热水。顾青关押，祭司一脉暂时不得靠近粮仓沿途讨药。似乎为了黑市，我必须这么做。你今天很冒险。没办法，死人证据时效短，今天不打穿，明天巫蛊就能编出17个版本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会有更大的麻烦。巫蛊在部落内快压不住我了，他一定会借外力。狼牙部落，盐的消息藏不住，狼牙靠盐压周边部落，黑石突然有盐，他们肯定会来。狼牙比黑石强，强才好。你想用狼牙立威？不是我想，是他们一定会来。既然躲不开，那就提前准备。小蛮，婶子，召集昨天挖陷阱的人，再找10个跑得快的孩子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给狼牙准备一份大礼。什么大礼？黑石部落欢迎套餐。狼牙使者，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？有人通风报信呗。巫蛊，他急了。
黑石这种小部落也学会玩泥巴了。你说什么？听说黑石找到了盐，与你狼牙无关。黑石这些年哪一次缺盐，不是求我们狼牙？现在你们找到盐，不该先给狼牙一半？凭什么？这是我们黑石的盐，狼牙欺人太甚。第一，黑石盐土，以后归狼牙共管。第二，每10日送一半盐给狼牙。第三，送5个女人过去，作为两族结好。做梦！凭什么送女人？你敢再说一遍？石虎，你别忘了，你黑石暂时不到10人，我狼牙能战之人2倍。你们不交，狼牙就自己来取。这个圣女不错，若黑石识相，可以先送她去狼牙。你找死！族长，别急，她入圣女。我知道。你刚才说想要盐，不只是盐，还有女人。懂了，典型的又菜又爱要。你是谁？黑石圣子。圣子？黑石什么时候找了个这么瘦的圣子？你这身板在我们狼牙连奴隶都当不上。你这嘴在我们那儿倒是能当键盘侠。黑石圣子，你废话太多。你们狼牙是靠盐压着周边部落吧？谁缺盐谁就得求你们，谁求你们就得交女人兽皮奴隶。你们不是强，你们是卡资源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只知道黑石不交盐就得死。行，那说点直接的，黑石的盐1粒都不给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黑石的盐你们狼牙1粒都拿不走，黑石的女人你们1个都带不走，黑石以后也不会再求你们。就凭你？就凭我？那我现在就让你开不了口，看黑石还敢不敢硬气。你懂不了我。为啥子？因为你现在站的是我的地方。啥子东西？欢迎来到黑石部落，你已触发新手教程。卑鄙！谢谢夸奖，我们一般叫这战术。战术太阴了，你小子别把品牌形象搞坏。你刚才说狼牙能战之人200，怕了？哈哈，所以我不会跟你们硬莽，我会挖坑。黑石部落外面这样的坑还有20多个，有些是浅的，有些是深的，有些没尖刺，有些有。你猜你们首领带人来的时候会踩中哪一个？回去告诉你们首领，黑石不交盐，不交人，不当奴隶。如果狼牙想打，随时来，但进黑石山谷前，先给自己选块风水好的地。放开我！放可以，赔偿。什么？你们擅闯黑石，踩坏陷阱，辱骂圣女，威胁圣子，惊吓儿童，按黑石新规，赔3张狼皮，5把骨刀，10斤肉干。你抢我？不是抢，合理索赔。合理索赔！赔！踩坏陷阱要赔，辱圣女要赔，惊吓儿童也要赔。我来抢盐，你们反过来抢我。纠正一下，是索赔，流程很正规。放人。黑石圣子，你会后悔的。慢走，路上小心，别又踩坑。赢了！狼牙被我们赶走了，他们还赔了东西。圣子！哈哈哈，痛快！黑石被狼牙压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让他们吃瘪。圣子，他们下次还来吗？会。那怎么办？所以从现在开始，黑石进入备战，修陷阱，制陶罐，存熟水，存肉干，练头毛，练队形。族长，狼牙不会善罢甘休，下一次来的就不是使者，是战士。黑石不怕战，我知道黑石不怕，但我们不能只靠不怕，勇气能让人冲上去，方法才能让人活下来。听你的。之前他让族人吃饱喝热水找盐，那是活命。今天他让黑石第一次在狼牙面前抬起头，这是尊严。一个能给族人活路的人会被感激，一个能给族人尊严的人会被追随。我想借狼牙压他，没想到狼牙反成了他的踏脚石。再这样下去，黑石真的会不需要我。这次只是试探，
都别飘，刚打跑一个客服，真正的老板还没来。客服是什么？就是前面来挨骂的小喽啰。那龙牙首领就是老板？对。那我们打老板。有志气，但先别忙，老板一般都比客服难打。狼牙如果来有3条路：第一，正面山谷；第二，东侧林道；第三，西边浅溪。对，但西边浅溪不好走。不好走到什么程度？泥多、滑，夜里容易摔。那就重点布置。他们会走不好走的路？会，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只防正面。聪明人都喜欢绕后。那他们聪明，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以前见过很多自以为聪明的甲方。你是想故意放出正面陷阱的消息，让狼牙绕西边？老乡懂我，别乱套近谱。小蛮带人继续挖浅坑，老猎手带孩子布置报警藤铃，女人们编藤网，老人们削木签，阿娃和孩子们负责刻木牌符号。孙子刻什么？一个榔头代表狼牙，一个坑代表陷阱，一个火代表点火点，一个眼睛代表观察哨。孙子，这些话能指挥打仗？能。打仗不能只靠喊，要让每个人知道自己在哪儿，要做什么，什么时候动。那以后我也能看懂？能。那我是不是也能指挥？先学会，别一激动就冲出去。以前黑市打仗就是我一狠，所有人一起冲，勇是勇，死得也快。可甚至现在是让每个人都变成一部分，这不是乱造，这是组织。这些刀给最会用的人。孙子，你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容易上头。这把给你。我老了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有用？当然有用。年轻人跑得快，你看得准。打狼牙缺不了你，你经验最多，你知道野兽怎么走，也知道人会怎么怕，这比力量重要。青之，这把给你。他也能拉？看见没？少说话，多干活。我也能干活。你主要负责热血氛围组。那我一定把氛围搞起来。你以前真的只是运营？运营怎么了？运营上管活动策划，下管执行落地，中间还有红甲方背 KP 修流程救火甩锅，放原始社会简直专业对口。你们公司还挺像部落。你别说，确实。有人来了，不是狼牙大队，是别的小部落。警戒！黑市组长，我们是青藤部落，听说黑市有盐，求换一点。青藤小部落被狼牙压得很惨，盐的消息扩散出去，不只会引来敌人，也会引来机会。我们带了兽皮、野果、藤网，只求换一点盐。孩子撑不住了，求黑市给一点盐。他们以前跟我们好像。你们想换盐，可以，但黑石不做那种趁火打劫的生意。盐可以换，不换女人，不换奴隶，不逼你们交命。兽皮、藤网、草药、情报都可以换。真的？真的，但有规矩。孙子，请说。第一，进黑鼠口不许带武器。第三，若狼牙来问，你们可以说盐是向黑狮换的。狼牙会怒，他早就怒了，多你一个不多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不说，黑石不强迫。青藤原还。孩子有救了，黑市变了。以前黑市也是跪着求盐的人，如今黑市竟然能给别人活路。等等，圣子还有何吩咐？以后其他部落来还盐，走这条路，不要乱走，乱走踩坑，不赔。圣子，这算收过路费吗？现在还不收，以后看情况。他连商业模式都想好了。你把盐给外族换，不是给。盐乃黑市生刺，怎可外流？狼牙用盐让周边部落跪下，黑石用盐让周边部落站起来，这就是区别。你想当好人，我想让狼牙不舒服。狼牙靠垄断盐控制周边，我们只要把盐换出去，狼牙的控制就会松。青藤今天拿了盐，明天就不会那么怕狼牙，后天其他部落也会来。等狼牙想打黑石时，他们会发现我们身后不一定只有黑石。他不是善良，他是在踩狼牙的地基，同时也在为黑石找盟友。你想把黑石变成什么？
至少先变成一个不容易被人欺负的地方。然后呢？然后，让那些想把我们献祭的人自己滚下神坛。沿路换盐点。这些是什么？陷阱区、训练区、陶窑区、粮仓区。你在重新规划整个黑石？不规划不行。以前黑石所有东西都乱在一起，乱就方便巫蛊糊弄。分清楚，记下来，谁都不能随便伸手。以后狩猎队怎么动也刻上去。对，谁守盐，谁守粮，谁看陶窑，谁看谷口，都刻。黑石想变强，就不能只靠一个人喊。婶子，我也会开榔头了。不错，这榔头很有抽象派风格。阿坏，你也会抽象派了？我会努力嘞。琅琊使者败了，粮仓局破了，陶器传出去了，盐也被他握住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大祭之前，黑石就不是黑石了。祭司，要不要请琅琊直接出兵？琅琊会来，但不能让他们太早来。为何？黑石现在人心正热，琅琊来只会帮徐念立威。那怎么办？人质给他们新希望，那我就让他们知道，希望也会死人。大计可以提前。这是什么？黑石发展3个月冲刺计划。你还真把部落当项目做？不当项目做，我们就会被当祭品做。现在我们手里有几个优势：第一，圣火，也就是打火机，但这个不能常用，油早晚会没。第二，熟水和熟食，这个已经开始改变族人习惯，短期能减少腹泻和食物中毒。第三，陷阱，能提升狩猎效率，也能防狼牙。第四，陶器，现在才刚起步，但只要稳定下来，就能煮水煮汤存粮。第五，盐，这是最关键的资源。那问题呢？问题更多，巫蛊没倒，狼牙会来，盐土产量不稳定，陶器失败率高，粮仓存储差，战士没训练，族人识字记账刚开始。最重要的是，献祭旧规还在。只要大祭一到，巫蛊仍然可以用图腾旧规逼族人献祭圣子圣女。恐惧这种东西，不是几碗热汤几把粗盐就能彻底洗掉的。所以你之前说1年太久。对。你想多久？3个月。3个月内我要做到4件事：长粮、长盐、长气、长兵。粮是活下去的底线，盐是外道换盟的筹码，气是技术和生活改善，兵是最后的保障。这4样到手，巫蛊就只剩嘴。的嘴能杀人，所以还要做第5件事。什么？改神。以前巫蛊告诉族人，图腾要血，要祭品，要他们跪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让所有人相信，图腾要他们活，要他们吃饱，要他们强壮，要他们不再被狼牙强，要他们的孩子不用被献祭。神还在，但神的意思变了，这才是最狠的。你以前真没当过骗子。我这是正向价值输出。说人话。为了活命，合理包装。这次像人话。06，你真名叫什么？我总觉得06不像名字。林鹿。哪个鹿？鹿角的鹿。挺好听。刚穿来时，我告诉他们我叫林鹿，他们发不准音，慢慢就变成了06。那以后没人的时候，我叫你林鹿。随你。你呢？我什么？你为什么叫徐年？我爸说年年有余。那你有余吗？没有，房贷没有，车没有，对象没有，存款也没余。你笑了？没有。你刚才绝对笑了。你看错了。我视力5.0。这里没有视力表。圣女大人，你冷幽默有点东西。婶子、婶女，何事？族长请你们过去。出事了。狼牙那边有动静，青藤部落派人送消息，狼牙首领遭击战死了。多少人？至少100人。100人，黑石能战者不到100，武器更差，训练不足，硬打必输。计划提前。现在怎么办？通知石虎，从现在开始，黑石部落进入战时状态。是。所有人按我白天划分的区域集合。圣女大人，明天可能要装个大的，让狼牙以为他们打的不是黑石，是神法。那就让他们怕。不，让他们先疼，疼了才知道怕。